裝潢該怎麼弄？玄關6大裝潢地雷：鞋櫃悶臭、總開關難用、光源死角，入住前必看，以免後悔。先說結論哦，玄關裝潢的秘訣就是你不要想要省小錢，然後後來就會花到大錢這樣。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梯廳可不可以隨便裝潢，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今天我來跟你討論玄關的裝潢地雷。我們之前講了客廳哦，現在當然就延伸到玄關嘛。我一樣先講幾個比較常見哦。來，第一個地雷，鞋櫃沒有通氣孔這就是很典型的。你如果旁邊放開放式的層架就還好，如果你放在密閉的櫃子裡面的話，只要有一雙鞋子有腳氣，接下來每一雙鞋子都會有腳氣。還有就是封閉式的，你下雨怎麼辦？你鞋子有點濕濕的，還不知道先放外面放旁邊，等它乾再把它放進去，難道放在裡面悶嗎？這個櫃子也會沾染到一些味道，很難處理怎麼洗都洗不太掉。解法是什麼？換成這種有一格一格的這種直的格這個還好吧，這應該不會觸發什麼密集物恐懼症吧？那種透氣孔一樣，這不是業配只是找圖給你看。你要看類似的圖，你打鞋櫃一大堆然後像我貼的這張圖它還有一個優點是什麼？它底部懸空這樣比較有助於空氣流動，鞋子比較不會臭。第二個地雷，沒有在玄關做全屋開關。以前的房子都這樣，就是沒有把什麼臥室啦、廚房等等的地方的開關另外做一個玄關。等你要出門的時候要怎麼樣？要各處去尋，看燈有沒有關，然後回家的時候就是要一個一個再重新開一次。如果你現在有裝潢的話，設計師應該都會建議你說，反正你就重做了，你在玄關裡面多做一個總開關。你出門的時候按下全屋的燈電都關掉，只留廚房或是廚房冰箱啦。你不是怎麼出去會把冰箱插頭拔掉，不可能嘛？那就是一鍵關燈的這個功能，這樣會方便很多。當然你要知道，設計師會建議你做的裝潢。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講說，設計師會建議，但是很多屋主會想要省錢，然後就不想做的裝潢。一樣，這個是我問漢一陳老闆好，那玄關的問題主要都發生在鞋櫃還有風水那這次我們要講的就不是那種你外面買的鞋櫃而是用系統櫃去做出來的這種。來，首先是有做懸空鞋櫃，但是沒有輔助光源，就是剛才講的懸空鞋櫃，他們有做因為下面就反正你一回家拖鞋一踢就給它踢進去舒服方便看起來又不亂，你給它踢進去這樣就好了。然後之後要穿着把它用小子彈把它勾出來很方便，你不用搞得回家拖鞋 OK， 然後還要彎下腰去把它拎起來，把櫃門打開把它放進去都不用這個動作。設計師就會建議說，你都已經懸空了，那這邊要做一個輔助光源，甚至他不跟你講通常是這樣，反正跟你講你有意見，我就直接幫你做出來就這樣會好看很多，然後東西掉什麼也比較好找，可能是預算考量吧。有些屋主就會說免這下卡會不要緊然後他就不要，10個有9個都會後悔說什麼這樣比較麻煩還要找手電筒之類的才能撿東西如果有東西掉下去的話，然後後面再問說能不能補一條燈帶補一條燈帶來打光。好，問題就来了，你就補一個鞋櫃的燈帶，怎麼會有工班來專門幫你做？那個就要看因為你要補燈帶，那它要吃電那這個電的話是不是要用掉一個插座？那用掉一個插座要走明線，你不想要走明線的話，是不是要從後面或櫃體裡面要打洞讓電線去跑出來給那個燈帶供電，很麻煩了就這樣。當初你沒有留線的話，你現在就會看到醜醜的電線還有一些很簡短的施工，你總不會連一個延長線這樣一路給它連過去，很難看這樣所以這個後悔的幾率是高的。比較省錢的解法是什麼？也是有人用那個充電式的感應燈磁吸你先連一個底座，然後磁吸上去這個沒電的時候，你記得把它拔下來去充電就有這種做法，或是你乾脆就直接丟一顆充電寶，行動電源插着充了，然後在那邊就讓它一直有電，感應式的，你腳回過去你腳那邊搓2下它就亮了就這樣，就方便你去用。你看它常亮模式這個都有。那感应燈很便宜，超便宜的，可能100塊以下就會有了吧？你可以找一下。那就勉強可以用，就是有充電的問題我都試過，我都試過，就是感應燈那個充電搞到後面我自己丟一顆行動電源在那邊嘛。那真的沒電的話，把行動電源拔下來插嘛。那這個時間我算起來大概半年吧，半年做一次就可以了。不然怎麼辦？
你要自己有那個工具，你要去施工，你要去藏電線，那個就不是一般小家庭有辦法去做到的東西。我想講只是勉強可以用，不定時充電。我說那個感應燈。最後你要知道，設計師一定會做的玄關設計。好，我們之後就會講說，設計師在設計的時候，不管有沒有需求，都一定會幫你先思考的玄關設計那就是玄關怎樣留插座為什麼？因為這符合現代人的生活習慣，那是低位的插座。我們現在 3C 家電一大堆，以前哪有這種東西掃地機器人，還掃地機器人啊？你錢付給我來幫你掃好了不是都這樣？那玄關會擺什麼？我隨便舉例，掃地機器人、攝影機監視器、烘鞋機還有什麼電子衣櫥，是不是很容易就會被放在玄關啊？現在流行的那個電子衣櫥這東西好貴啊！我靠，我之前有認真考慮過，就是我那個房子整理出租嘛，那我是不是買一顆，然後可以加分來拉高租金？後來我的結論是，你要拉高租金，你給電子衣櫃這沒有用人家不會因為那個電子衣櫃然後就怎樣怎樣，你不如是每天都用到大件家電用好一點，比方說電視比方說洗衣機洗脫烘那個給人家用好一點，冷氣用好一點。好，我回到電子衣櫥平常外套啊、西裝啊什麼的就給它掛進去，它可以除味比方說你去吃火鍋講到這個12鍋怎麼回事？12鍋已經是平價小火鍋的選擇，但是我每次去吃，每次出來回去衣服都要洗，這個叫我直接掛回房間的衣櫃，我不要嘞，這是怎麼回事？火鍋店的火鍋這有沒有克服的方法？這我不知道。你說像吃一些比較高級的他給你置物籃然後置物籃你把外套放進去，然後他給你再蓋一層什麼布來做隔味的動作，可是我身上的都是身上的火鍋味，就剛吃完就有，哎呀麻煩總之就是這樣。那高階一點的機種還有什麼除皺功能除皺就讓你的東西掛進去以後，它就自動會慢慢變沒那麼皺，是沒辦法像是真人在那邊用熨斗來燙那麼平但是就是至少可以接受。所以很多要穿西裝的上班族就會在玄關加裝電子衣櫃，這樣反正你那個大錢那個200-300萬、300-400萬的全屋裝修重新大裝潢你都快花了，電子衣櫃就給它弄一弄。女孩子超級喜歡女生超愛電子衣櫃這種東西，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那喜歡就喜歡。那個廠商是這樣不是裝潢就是家電品牌，他一定是做過研究、做過市調才來開這個生產線的嘛。女生超級喜歡，然後也有很多要穿西裝的上班族喜歡在玄關加電子衣櫃這樣，那自己出去第一個沒有味道然後第二個它不會那麼皺。反正陳老闆是跟我說，插座這個東西你裝潢的時候能多做就多做，這個你都要泥做了開個槽來那邊弄，能多做就多做了。它佔總體預算沒有多少錢，可能不到1%-2%，那等到你裝潢才做好，你才要做就很麻煩就會很貴很麻煩，所以能多做就多做。他現在也會建議客戶說，你就算現在沒想到要幹嘛，你就是先做起來放就對了，誰知道往後要出什麼超厲害的家電，然後變成你的插座不夠，你要接一個醜陋延長線，又有觀感上的問題。好了，講完了，我們整理一下，今天我們講了玄關裝潢中容易犯的幾大地雷錯誤，包含鞋櫃內沒有設通氣孔沒有做全屋燈光的總開關等等。那我也分析了這些地雷所帶來的困擾跟後續補救的時候會產生的麻煩與成本，並且告訴你解決這些問題的最佳方法。好，那結論是在做玄關的時候會有很多看起來好像是可以省錢的小細節，但是它未來可能會演變成你生活上的困擾。反正不是你困擾就是你老婆困擾就是这樣。與其日後花大錢補救，不如裝潢初期一次就給它規劃到位。如果你的房子在台北有要裝修的話，你可以問一下漢一的陳老闆，你就加他們的 LINE 先問，先傳照片那應該就會先丈量，先幫你看一下現場長怎樣不收費的，應該啦我是說應該。等到案量太多，當然又會出現什麼以價質量之類的。最後我想問你，你認為玄關裝潢以下哪個最雷？超雷的那種玄關裝潢？A. 鞋櫃忘了做活動式層板，空間超浪費。B. 玄關忘了做抽屜，一堆東西擺在台面上。C. 少做穿衣鏡，出門前都要去廁所照。對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長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產要找誰？找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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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個 go。
免費的哦。那每隔幾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潛力的房子被 po 出來。那跟我說好友已經加到超過7000人了，真誇張。那想置產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蕭店長的 LINE， 小老鼠 by 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讓蕭店來幫助你成為天龍人。跟我說已經超過2000人加入了哦，趕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買了雙北，你想要裝潢，你就找漢一室內裝修啊。裝潢找誰不是找，就是怕被當盤子敲嘛。我就推薦漢一陳老闆，反正問不用錢。小老鼠漢一哦 ，HANYI 漢一，你想要只做一間廁所的翻新，這都可以哦。反正你先問，拍照傳過去，去丈量討論之後再說。漢一很有實力的。資訊欄裡都有連結，那你看哦，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設卻一個都沒有停。那你不趁現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設落成以後，你去搶貴的，你才高興是嗎？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我把高雄置產增值的寶藏都埋在那裡了。啊，如果你是蘋果手機哦，你記得你要用網頁來加，你不要用那個內建的 App 來加，不然會被多收蘋果稅。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齁，那能拉抬房價的高雄市蛋黃區重大建設，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帶你去看會增值的房子是長什麼樣子。現在加入就能獲得幫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設，都不用猜哦。我自己也有買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體力行的功課。現在就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馬上加，馬上開始抄作業。最後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買在重大建設旁邊哦，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剛看 YouTube 的後台有 74% 的觀眾朋友都在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就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10萬有什麼好處？這樣我就會比較爽。對，按了嗎？按了哦，好哦，感謝你的訂閱。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八卦講八卦一樣，這是一樣帶你來看用 AI 來做那個圖。我再重複一次，就是說我做這個八卦的系列的目的，我好幾集都做這個目的是什麼？目的是你下次看到中古屋，覺得它很髒、很亂、很醜、很爛，你不要怕你先用 AI 跑幾張圖給你看。這樣才不會錯過那些很可能是寶藏的東西的中古屋。那種中古屋屋況在糟等一下我開給你看了，你看了一定不喜歡哦。如果你帶你老婆去，你老婆一定想象不出來，就不行啦，她覺得很髒啦那我們用 AI 那就可以來實現這個方式。來我們來看第一個照片，一樣，這是網絡591那邊亂抓的這一間廁所，你看起來怎麼樣？很髒嘛那看起來是沒有淋浴功能的。你看它的地磚，然後你看它後面那怎麼回事？這好像是額外搭出來的東西這應該是違建隨便。好，不管，假設你現在目標是它，我們來用 AI 改圖改給你看看能變成什麼樣子可以改成這樣。你看 AI 對不對？它也幫你都留得好好的，上面的鐵皮屋的骨架都幫你重新油漆過了。要做成這樣，我跟你說做得到，而且對於這也不用找到設計師，這統包就好了。你找設計師，他還是畫圖給你以後幫你點工而已，就這樣就可以出現。以這種廁所來講，這個日光蠻像的以這個廁所來講，有誰不可以？這大家都可以了吧？這看起來就已經很舒適的一個廁所了。好，所以我們再回去看第一張照片原本的樣子，這個叫你買，你要怎麼買嘛？你怎麼能接受嘛？但是透過 AI 改，花錢改完可以變成這樣，那是不是就很 OK 了？再來第二張來我們來看。這一個格局長這個樣子，反正就是一個空間，還有屋主的雜物放在那邊透過 AI 來改，可以改成什麼樣？可以改成這個樣子。當然 AI 有 AI 的問題但是你可以先看個樣子，看個風格會長什麼樣，改成這樣有誰不行？對啊，就都可以啦。他做了幾件事情第一個把窗型冷氣洞給它封起來有沒有看到？然後一樣落地窗當然要保留嘛。然後客廳，實際上我感覺這個 AI 它有偷了一點空間。實際上你這樣弄起來，客廳長這樣，然後那原始屋況的客廳更大間，弄成這個風格，
我跟你說，每個設計師都會啊，這個也不用設計師來，真的，這都基礎工程給他做一做哦就好了哦。地板、油漆，然後燈具換一換，然後擺活動家，這活動家具啊，這邊有系統櫃啊。好了，我們來看第3個，這應該就違建了吧？哦，這額外搭出來的，這個是廚房哦。廚房你看哦，它還是以前泥做的台子，就貼瓷磚的那種台子哦。好，這個如果要來改，可以改成什麼樣子哦？可以改成這樣，請問這樣有誰不行？哦，有誰不行？雖然這個 AI 也有 AI 問題，他又沒有注意到上面的鐵皮哦是斜的，不重要。要改哦，改成這樣真的是做得到的，至少它開窗哦的空間都有。改成這樣有誰不行？哦，通通都可以啊。我們再來看下一個哦，這個客廳，這應該是一個透天。好，這個透天裡頭的1樓空間哦，上面還有一個復古吊扇。你光看這個地上的磚，你就知道這屋齡應該都有30到40年，有沒有到50？我不知道說不定有吧。好，就這樣子的透天哦，叫你去買，你要怎麼想象？除非你就是這一行的哦，除非你就很厲害，你天生神力，你看到你就知道改完會變成什麼樣子。不然的話，你叫一個女孩子，然後去看這個，然後說啊，我們可以讓她這邊變得很漂亮，她覺得你在唬爛。好，我們通過 AI 可以改成這個樣子。好像變寬了，但其實你就是家具再擺窄一點就 OK， 改成這種風格啊，有誰不行？他還做油漆的跳色，這樣都 OK 啦。哦，這個要做的工項真的很少，而且這個都是活動家具，就搬來搬去就好，都沒做系統櫃。你真的在請設計師出圖，你還可以請他做系統櫃。反正我對那個舊時代的吊扇哦，我比較有意見，這個吊扇會被我換掉，就這樣啊。哦，所以一樣。那 AI 我特別再說一下哦。現在 AI 進步非常的快，所以啊，我們要有一個習慣，就是每個都用用看哦，每個都用用看，你不用全部都鎖在什麼 ChatGPT。現在新王登基，你知道嗎？哦 ，Gemini 3 Pro 這個模型 ，Gemini 是 Google 的哦，你去下載叫 Gemini， 我在這邊把它講，因為好多觀眾朋友來問我說用哪一款，我以前用 ChatGPT， 但我跟你說現在用 Gemini 哦。Gemini 哦，雙子座這個模型哦，你選了以後，你把它下載下來以後，這個你不付錢可以，反正就是它會給你免費使用的次數。它圖標長得像一個手裡劍哦，然後你把它點開，點開以後嘞哦，你要這樣子按哦，你下載，然後你去畫，你也可能會翻車。你說哎，怎麼跟阿元講的不一樣？我跟你把流程講清楚。你下載好以後哦，你要把右下角的快捷給它按成思考型3 Pro 哦，你先按這個東西，然後在左下角是不是有一個加號，然後旁邊是不是有個調節欄哦？你調節欄你按一下，然後把那個香蕉按一下。好，所以你現在是香蕉跟思考型都一起的情況之下，你就是上傳圖片給他，然後請他改，然後發送你的指令，指令你就說，請盡量保持原始尺寸，然後修改為 IKEA 風格，這樣就好了哦。你要去開發新的提示詞，比方說修改成美國風格，修改成什麼什麼歐洲貴族風格，你自己再去用，你先練習一下。好，反正細節就是你要選思考型跟 banana 哦啊，不然的話哦，你選快捷加 banana 出來還是怪怪的，思考型再加 banana， 就這樣，趕快去玩吧哦，或是你就把你的房間拍張照，然後請他傳，這東西是可以分步驟做的哦，你一次叫他做到位，他可能會翻車。首先就是你餵給他一個原始的圖片，然後說請把屋內所有的家具都移除，先給你一張照片，他就會去 P 圖把那些家具都清空，然後你再叫他把這個清空以後的照片哦，然後再改成 IKEA 風格，大概是這樣一步一步來會更細緻。但我們在看房子現場看的時候，直接這樣子就可以處理了，給你參考看看。好，下次你去看房子，看到那個屋況很糟糕的，你就不會怕了。為什麼？因為你有 Gemini 3 Pro 模型再加 Banana。好，那去尋寶吧。哦，非常棒的中古屋其實都在市場中，只是你看到那個樣子，你看到那個第一間廁所，你會覺得說，哇，這是什麼東西？哎，就這樣，你請他弄，甚至你還可以直接問他說，哦，那我改成這樣大概花多少錢？請幫我列一個表，你都用思考型的模型就對了，趕快去玩。